大家好，我是云飞。又是一年过去了，这不到年末了。按照惯例，咱一年总是要来和大家汇报一下的。希望各位股东明年继续多多支持，点亮投币。咱们也继续输出我们的观点和内容。然后新的一年，大家新年快乐，心想事成。咱们也都不废话了啊，这就开始。首先还是回顾一下，在过去的一年里面，我们都做了哪些事情，做得怎么样？从上一年的年终总结截止到我写稿子的这一天，我一共是更新了148期视频，平均是每2.17天更新一期视频，这对比去年的2.01天更新一期视频，频率没有明显的下降，但是视频的质量有明显的提高，风格也是比较稳定，这还是挺棒的一件事情啊。然后咱们现在也是有固定的小伙伴帮助剪辑以及拍摄，所以你应该是可以注意到我们的拍摄视角更多的是可以由我出镜，且丰富的程度也有一定的提升，这就比较明显的提升了我们的一个拍摄质量。然后小伙伴的专业其实是程序员，所以我们的视频内容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稍微的上一点点的小难度。小团伙嘛，就是聚合我们不同的技能。也得益于我比较喜欢折腾，我们在这一年里面也扩展了一些新方向的视频，就比如说串流、捡垃圾、组电脑、组 NAS 这些，也是很好玩的啊。期间因为有小伙伴啊，我有更多的时间来发散，所以有一些不错的点子，我也在更用心的体验我们的这些产品，很多也都是我自己一直在家里在工作室使用的东西。同时我们的视频制作周期也可以拉得更长，就1-2个月甚至1年为周期的视频也都是有的。就现在仍然有几个产品在手里已经很久了，但一直没出视频，就等着我再用用，我觉得体验完整了再来给大家出一个视频。相较于之前，我们频道今年的方向更多的是聚焦在硬件方面，都是一些会比较折腾的东西上啊。然后产品也都是我们日常都会使用到的东西，其实就是探索更多方面的内容，兴趣也更广泛了一点，去的地方其实也更多了。看了祖国的大好河山，拍摄也尽量找了一些非常不错的室外，符合产品环境的一个场景。所以这样一年做下来，相比于之前，我们是有了一个比较大的提升。就是首先我们的粉丝数到达了20万，再就是我之前只上过1次热门，还是很早之前了。但今年咱们是直接上了4次热门，所以对于一个 UP 主来说还是很受激励的，就获得了正向的反馈，这个是真的很重要。然后前几天还获得了科技区的年度盘点的一个高显奖，这也就证明了咱们一直坚持的理念是对的，就是做能真正了解这个产品的一个视频，要时刻的清楚认识到观众想看什么。我做这个视频一定是因为观众需要，不管这个视频多长，对于需要的观众来说，就一定是希望了解的越详细越好的。特别是我作为一个科技区的 UP 主，如果我都觉得陌生的东西，那么肯定大部分人都没有接触过，所以才会有详细体验分享，才会有详细功能演示之类系列的视频。我就是和大家一起来体验，一起惊喜。而这样的结果就是我的很多视频都很长，在这个短视频为王的时代，其实这并不算一个明智的选择。但是我自己需要这样的视频，也还是会有人需要这样的视频，所以我想我做这样的事情它是有意义的，所以我做了。有些视频我就真的不是为了有多少播放量去的，就是为了可能会有人需要，有人会想要了解，所以我们花时间去体验、去拍摄、去剪辑，然后上传，等待着需要这个视频的人。我多少还是有那么一点点理想主义的，但好在有你们的喜欢，所以结果还算不错。后面我也会继续的做这些长的视频内容。而聊完内容上的，其实下面就是咱们的收入上。我主要的收入来源还是做商单的广告，然后卖货方面也稍微会有一些，特别是今年这个流量几乎不给钱的状态下，UP 主其实过得还是要更辛苦一些的。咱们今年还是 all in 哔哩哔哩，在其他的平台几乎没有收入的情况下，B 站的商单视频占比我还是比较克制的，目前也是足够我运行咱们的这个频道，并且还有余力去买一点其他贵的东西来增加数据的检测，什么测光的、什么测亮度的设备测延迟的设备我们都上了给我们更多的视角来讲述我们的视频。目前的状态就还是挺 OK 的，就老实说，更新视频的频率还是比较高，压力是肯定有的。但我这个人也是以前穷怕了，一方面是做视频确实是我目前的一大爱好，也是喜欢折腾这些东西，所以做下来目前来说还是挺惬意的。而且我的视频不是说单一的一个方向，有啥我感兴趣的我就会去行动。这其实比起做单一领域的一个视频是更舒服的，至少不会像打螺丝一样，状态上还是比较 OK 的，有很多想要表达的东西。今天整体上就还是可以的，遇到喜欢的手机可以全款买了，比如小米15，比如14 Ultra，比如3D 打印机、苹果手表之类的。那么当然，我买了这些贵的东西是肯定会给大家做分享的，大家也比较喜欢看，这也就良性循环了。
也是非常感谢我们的甲方们，给了我们充足的自由度去创作我们的视频，也给了我们频道持续输出内容的经济支持。今年我们合作过的品牌有浩瀚、落水时沙、70迈、南卡、漫步者、GBL、云鲸、拼多多、骁骑、智云、Inside 360、麦丛、韶音、海马云、Xreal、狼蛛、Innova、飞尔、Vitro、深阔、舒克、Hello、松能叉、利尔、黑白调、GoWiz、大疆、绿联、西伯利亚、华米、高驰、佳明、小米，是非常感谢这些品牌的喜爱和关注，合作的也都比较愉快，也期待咱们来年还能继续深入合作，给大家带来更多优质的内容。然后我们团队其实除了明面上的视频制作和自媒体制作，咱们还有一些别的业务，就是做了一些新的尝试，和工程师小伙伴一起围绕无人机和载人eVTOL做了一些基础性的技术产品，钱卖的也还不错，总计是卖出838个均看的设备。这个讲真的也是挺不容易的，咱们除了拍摄视频，还要是硬件，也积累了一些业内的知名客户。这我们放在下面的一个明年工作计划里面，我会展开来讲。那么现在让我们来简单聊一聊明年我们会干什么。其实，在视频的方面，我应该还是会继续保持现在的状态，咱们不求多少，就还是做我们自己想做的，做大家需要的视频。不同的是，会更多的有一些长的视频、长的体验，会做更多的详细的教程，可能会有一些难度。但我相信，在我的这个大白话文的一个加持下，应该都可以学到点东西。然后视频的更新频率尽量保持住，带大家看一些更牛逼的东西，学一点更实用的教程。然后也依然会分享很多有意思的产品，还是大家的小米学 UP 主。可能会再了解别的品牌的产品，这个具体到时候再看。就是希望我们的频道会越来越好，可以一直保持更新下去。之后就是关于我们未来的新项目，关于无人机方面的一些努力。之前可能大家是完全看不到的，因为这个事也没有告诉过几个人，就咱们线下悄咪咪的干。现在看来还是挺有希望且挺不错的。我们和工程师小伙伴一起围绕无人机和载人eVTOL做的一些基础性的技术产品，也受到了这个圈子的欢迎。所以在2025年，我们会持续推进新产品的一个开发和技术生态的完善，也会在内容创作的方面尝试更多无人机和载人eVTOL的相关的内容，同时会围绕我们的技术产品和技术站创作更多的使用教程和技术教程。无人机相关圈子的小伙伴敬请期待。当然，这块我不是很专业，所以接下来更多的产品和技术信息，让另外一位小伙伴给大家做个介绍。Hello， 大家好，我是李浩。通过公开的信息，我们可以了解到，空客 A380和波音787等商用飞机中，集成了数量众多的控制器局域网网络及看总线。车载通信总线也从看总线为主、其他总线为辅的分布式架构，向以太网为主、看及其他总线为辅的域集中式架构转变，奠定了软件定义汽车的基础。而在无人机和载人eVTOL中，以低空智能网联为核心的低空基础设施、飞行器制造、运营服务和飞行保障等业务板块。其关键基础之一是空地互联的具备以太网和看互操作性的通信协议系统。那么在过去的半年多时间里，我们围绕吸收了以太网和 IP 网络技术先进性、看总线技术精进性，以及受到 AutoPilot PX4、亚马逊航空、凯特艾尔eVTOL 等广泛支持的 JOHNCAN OpenCipher 实时机载分布式计算和通信协议，设计开发了一些基础性的无人机外设模块，以及无人机调试与开发工具模块，其中有 JOHNCAN GPS、JOHNCAN 气压计、JOHNCAN 磁力计、JOHNCAN RGB、JOHNCAN 转 PWM D-Shot、BD-Shot 模块、JOHNCAN Mavlink WiFi 模块、看 Hub 扩展板、JOHNCAN 转 USB 调试器、JOHNCAN 转看转换器，以及支持 Out 转 JOHNCAN 和通过看口扩展窗口的看 Out 模块。与此同时，我们也正在开发和测试 JOHNCAN 电调、JOHNCAN GPS RDK 模块、JOHNCAN 4G 模块以及服务于载人eVTOL的 JOHNCAN 看电驱系统等，并推进服务端和外部端的开发。截至目前，包括直升机所、浙大、清华、复旦、武大、中法航空学院、天目山实验室、中科院宁波材料所、齐鲁电工所、零重力飞机工业、杭州智源研究院、浙江金益昌、天能储能、南航、北航、西工大、好鹰在内的多家科研院所、高校和企业都曾采购过我们的产品。我们认为，在民航汽车领域运用广泛的看总线以及以太网，也会在无人机和载人eVTOL中得到广泛的应用与深入的发展，并且在过去的2024年，AutoPilot 对 JOHNCAN 以及以太网的支持正在快速的完善。未来 AutoPilot 无人机和载人eVTOL一定更值得我们的期待。
是的，作为一名科技学 UP 主，在2025年，在保持对数码产品的更新之外，我们频道也会更多的探索和尝试无人机和载人鱼尾头的相关内容。目前的计划是发挥我们的优势，在教程方面给大家推出一些入门的视频，同时也会更新相关的硬件。到时候看到可别惊讶，咱们还是有那么一点小实力的。总的来说，在2024年视频领域，我们是稳中求进，粉丝也是达到了20万，有更多底气去做视频，有更好的资源，也给大家带来更多高质量的视频，也没啥太大的变化，但一直在努力争先。要是给自己的2024打个分的话，我还是可以给自己打个接近满分的。而2025让我们继续起航，去做一些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去做一些创新的内容，不仅带大家玩，还可以带大家入门一些新的领域，比如无人机。世界总是需要一些理想主义，让我们相信美好的事情即将发生。那么我是云飞，希望新的一年我们继续前进，新的一年身体健康，心想事成。那我们下一视频再见，也感谢股东们看到最后给你们点赞。